阿蒂特兰湖 （Lago de Atitlán） 是瓜地马拉西部高地的一个美丽的火山湖。整个湖泊是由史前超级火山爆发所形成的。那次火山爆发威力之强大，远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地质学家仍可辨识出当初留下的一层火山灰。在那之后，地面上便留下了一个巨大火山口，后来便积满了湖水。阿蒂特兰湖的海拔约1562米。湖泊面积约130平方公里，最深处达340米，是中美洲最深的湖泊之一。德国的自然科学家 Alexander van Humboldt 把这里称之为世界上最美丽的湖泊，是瓜地马拉最重要的国内和国际旅游景点。湖畔的周围有许多小镇，来到这里，我觉得最特别的地方是可以依照你的个性去住不同的湖畔小镇。这是我第一次用这样子的方式体验环湖。一般来说，你去一座湖畔景点，可能最多有1-2种风格，而这里的湖畔周围的小镇的市容却有很多不同的变化跟个性。像是 Panajachel 是阿蒂特兰湖主要的城市，许多背包客喜欢待在 San Pedro La Laguna 或是冥想小镇的 San Marcos。湖畔周围还有许多城镇，也有自身的风格。你可以依照当下的游玩的心情去找小镇居住，相当有趣。这次影片里面会对我主要去过的城镇做一些分享。我的第一站来到了 San Juan La Laguna， 与湖周围的其他城镇相比，这里的游客并不多，是一个比较安静、轻松的地方。San Juan La Laguna 是一个非常有艺术氛围的村庄，里面有一个艺术村。那条街道上充满了玛雅艺术，里面有工作室和画廊，展示当地艺术家许多的作品。建议可以去几间艺廊参观，他们分散在这个村庄上。一些商店出售当地妇女合作社编织的纺织品，有些使用天然染料，如胡萝卜、胭脂树红，一种用于烹饪的红色种子。其利润用于支持当地妇女及其家庭。如果时间充裕的话，可以去爬 Mirador Kakashi One， 它是这里的制高点。入口处为费用约 GTQ30， 约4美元。在攀登的路上有咖啡馆和纪念品摊位。这段健行路线较为陡峭，但是路程较短，大约花了15分钟多一点的时间就可以到达观景点了。观景点的中心点是一个大型的十字架和圣母玛利亚的雕像。这个地方曾经被称为十字架山 El Cerro de la Cruz， 但是我到达的时候它正在维护。瞭望台位于山脊的顶端，可欣赏阿蒂特兰湖、San Pedro La Laguna 等景色。从这个地方看出去的景色很美。你有兴趣在这里爬得更远的话，建议可以爬 Linares del Indio， 它是一座山峰，因其外形酷似玛雅人突出的鼻子而得名。位于该镇的西北偏北处，它是一座国家公园，拥有维护良好的步道。最好的体验是日出时去爬，整个徒步往返过程约需3到4小时即可完成。下一站，我到达了 San Pedro La Laguna， 这里是许多背包客喜欢住的村镇。Parque La Puerta Hermosa 是 San Pedro 的中央广场，里面有教堂。这是一个相当悠闲的小镇，但是这里很明显的人潮就比较多了，是湖岸人口较多的城市。在这里我吃了中餐，这里有不错的食物。这个村庄也不是很大，适合步行，而且很安全。因为有许多背包客，这里有许多咖啡馆、酒吧和西班牙文语言学校，特别是语言学校，这里是学习西班牙语的好地方，而且价格非常合理。阿提特兰湖最主要的公共交通
主要是船只渡轮系统，是去各村庄之间最方便的交通方式。这里的渡船班次频繁，通常在早上和下午运营，最晚具体班次要依照村庄的热门程度与是季节和天气而定。村镇跟村镇的距离大约是20到50分钟船程，班次频率主要路线每30到45分钟一班。热门航线及单程价格到湖畔各个村镇价格约是25 GTQ， 这是公定价，基本上算次的，距离近跟远都一样。码头公布栏有标示价格。坐船时务必要再三确认船票价格，有些业者或工作人员会试图收取价格更高的费用，你再跟他讲其他船公司只收25 GTQ， 或是跟他讲码头公告栏上面是有写公定价，他们就不会跟你多收了。San Marcos La Laguna 是湖畔边的一个安静小镇。这个小镇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一切都是要通过穿过树林和建筑物之间的狭窄小路才能到达的你的目的地。这些小路给人一种非常亲切的感觉，它们由植物和花朵塑造，几乎形成了栅栏，引导你走上正确的道路。这边许多道路狭窄且弯曲，晚上的时候路灯很少，路标也不多，所以注意你要去的地方。如果你迷路了，不要害怕问路。如果你对心灵层面有兴趣的话，它是一个很棒的度假胜地。这里有许多工作室都提供瑜伽和按摩服务，许多瑜伽修行者经常来这里，在最高层次的心灵平和与和谐中体验练习瑜伽。在这个小镇，我还去了 Reserva Natural Cerro San Quijo， 它是一个自然保护区，有非常丰富的生态，适合户外活动、放松消磨时光的好地方。这里有很多健行路线，让你可以爬上爬下湖畔边的山区，从高处或湖边欣赏美丽的湖泊风景。这区的湖泊可以提供游泳与划独木舟。这里最受欢迎的悬崖跳水，当我过去的时候，就已经有好几组游客正在体验。阿提特兰湖泊景色优美，最特别的是你能看到环绕湖畔于3座壮观的火山，在不同的村落、不同的角度。这里最接近湖面的火山是 Volcan San Pedro， 海拔3020米。第二座 Volcan Taliman 有一个如同完美的圆锥的火山形状。最后的 Volcan Atitlan 是3座火山中海拔最高的，海拔3537米。这3座火山都是能攀登的，如果有时间，建议与当地旅游社洽谈或是线上购买。Penajachel 是阿蒂特兰湖最主要的城镇。当我搭车抵达湖畔时，我会最先到这里，然后我再从这里去湖畔周围的小村庄。我是住在 Penajachel 一共3个晚上，跟一位在 Hostel 认识的朋友一同来到这里。这里拥有丰富的旅游设施和便利的交通，是大部分旅客来探索湖区的基地。阿巴拿哈切尔大街开耶栓滩的是这里的主要观光大道。有许多街头小贩出售玉米饼、甜玉米、甜坚果和其他小吃。对于预算有限的旅行者来说，这是一个不错的地点。在这里也能买到一些纪念品，或是传统的玛雅服饰跟纺织品。后续我也去了 Penajachel 的市中心，也是能步行的距离，大约是15分钟就能抵达。这里主要是当地人活动的地方，这里有大型超市、餐厅跟
阿巴拿哈切尔主教堂也在此。根据造访阿提特兰湖的经验，我推荐以下每天的行程规划：选择想要的落脚点，选择你想待的村庄作为主要住宿的基地。我是选择住在 Panajachel， 利用早晨时段，早点起来出门。早上6到10点湖面较为平静，是坐船的最佳时段。跳湖活动的话，一般的移动方式为坐公交船加上徒步。在这里坐船跳不同的村镇本来就是来这里主要活动之一，坐船就能看到很漂亮的景色。每一天你可以选择2到3个村庄拜访，在船运时间结束前回到饭店即可。隔早，我去拜访了阿蒂特兰湖北侧的一个村庄 Santa Cruz La Laguna， 就在 Panajachel 旁边。从港口上去需要爬一个上坡，但是港口旁有嘟嘟车可以付费乘坐。感受这个小镇，最好的方式就是四处走走。市中心是一个学校、运动广场，跟旁边是主教堂。在这里你可以远离一切，因为这里没有什么娱乐设施，纯粹的享受当地文化。在 Santa Cruz La Laguna 附近，还有一些 villa 只能搭船，有些有私人码头。如果不住在城镇，他们也是很独特的住宿体验方式。下午的时候，我来到我在阿蒂特兰湖最后的城镇 Santiago Atitlan， 这里因拥有 Tizi-Ouzto 玛雅人最大的原住民人口而闻名，是居住在瓜地马拉的22个玛雅民族之一。圣地亚哥阿蒂特兰在西班牙人占领之前就是 Tizi-Ouzto 玛雅王国的首都，如今这里的绝大多数居民仍然是玛雅人，他们之间仍然讲一样的语言，尽管现在几乎所有人都懂西班牙语。这是一种跟北方湖岸的另一边的玛雅人有着不同的玛雅文化和语言，尽管两者密切相关。与湖岸其他的城镇相比，这里的国外游客明显较少，是观察当地人每日生活与互动的好地方。这个小镇非常适合步行，但如果您需要更快到达某个地方，这里有很多嘟嘟车可供选择。Parque Central 的 Santiago Atitlan 是这里的中央广场 ，Saint James the Apostle Church 是这里的教堂，其建筑历史可以追溯到1571年，是一座古老建筑。旁边有一条市场街从码头一直延伸到教堂，出售精美的编织品、玉雕等。在这里，你还有机会看到、听到不同鸟儿，其中也包含 Quetzales， 是瓜地马拉的国鸟。Santiago Atitlan 的湖边是我看过最漂亮的湖畔之一。在悠闲的下午，我看到村庄妇人在洗衣，有人在游泳，而背后有一座火山当作日常生活的背景。好了，这期影片就到这里结束，感谢您的观看，欢迎订阅、按赞、分享，我们下次再见。